正如萧初然所说，整个金陵，甚至整个华夏，都在关注着安家与叶家这次合作的具体内容。两家这么多年的关系和恩怨，其实早在20年前就已经火遍大江南北。当时的各种报纸、杂志以及八卦新闻，没少对这两大豪门之间的恩怨进行所谓的梳理分析。即便现在网上随便搜搜，都能搜到一大堆相关的文章。这其中许多文章都是对当年的事情进行了一定的艺术加工，失真度极高，可信度极低。可越是这种搞不清真假的豪门八卦，越能让人们将其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不过在这之前的20年时间里，两大家族从来没有对双方之间的恩怨进行过任何回应，也从来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证明两家人还存在任何往来，以至于大家虽然不知道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两个家族早就已经到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现如今这两大家族突然之间就宣布要进行战略合作，这确实令人非常惊奇。不仅各大媒体关注，吃瓜群众更关注。而叶家和安家这次也算是非常高调，新闻发布会启用了白金汉宫最大的宴会厅，将其布置成发布会现场之后，至少可以容纳2000余名到场记者。这一次，全世界有一定知名度的媒体都在受邀之列，单单是确定会参加发布会的媒体记者以及工作人员就已经超过了2000人。只是叶晨没想到，一向都不喜欢凑热闹的老婆竟然会对这场发布会感兴趣。反正自己本来就计划要以观众的身份前往发布会现场，和老婆一起去也没什么影响。萧初然吃过早饭便早早出门，叶晨在他出门后不久也开车离开家，前往白金汉宫。今天的白金汉宫已经完全停止了所有对外业务，安保人员里3层外3层，以确保安家与叶家重要人物的安全。甚至相关部门都专门从燕京派来大量安全人员，在现场负责安保工作，可以说是极大凸显了华夏对安家这个最大外资的重视程度。这同时也等于向外界以及那些对安家图谋不轨的人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安家人在华夏是为华夏带来巨大投资的贵客，绝不允许任何人危及他们的安全。当叶晨抵达白金汉宫的时候，外公一家以及自己的爷爷都已经在最大的会议室内落座，贺远江也带着自己的新婚妻子韩美琴早早赶来。今日不但要对外宣布两家的合作项目，也要对外宣布他们2位的人事任命。叶晨到了之后，众人便开始逐一梳理今日发布会的流程以及对外披露的细节信息。叶晨的二舅安凯峰率先说道：诸位，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要流程。发布会将在下午2点钟准时开始。今天的发布会没有外请主持人，所以便由我来担任主持。2点到2点20分，将由我来向媒体朋友致欢迎词，然后宣布安家与叶家这次的合作项目，也就是长鹰汽车品牌。接下来我会先请叶伯伯发言，然后是我父亲发言。2位的发言内容主要还是围绕着咱们2家这次合作的原因以及合作目标。2位发言结束之后，将再次由我来向媒体朋友做第1阶段总结汇报，届时会配合 PPT 来将我们长鹰汽车的所有数据现场公开，包括但不限于我们的投资规模、硬件规模、团队规模以及未来计划推出的车型假想。在这之后，我将向媒体朋友特别介绍贺教授以及韩教授，介绍2位的履历以及2位在长鹰汽车即将担任的职务。介绍完2位之后，2位将各自有5到10分钟的发言时间。在2位发言结束之后，还是将由我来做一个最后总结。我做完最后的总结发言，我们就将进入到媒体提问环节。这次媒体提问环节，我们计划的时间是半个小时，回答10个问题。届时挑选哪些人提问，将由我来随机决定，我们就不做事先安排了。但是我会向所有人提前阐述提问的基本规则，他们可以向我提问，也可以向叶伯伯或者我父亲提问，或者向贺教授和韩教授提问。是问题必须是围绕长鹰汽车提出，如果有人提出任何与长鹰汽车无关，或者故意想把2家以前恩怨过往带出来的问题，我将直接拒绝回答。
并且将提问资格转交给下一个人。我们现场也配备了大量的安保人员以及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如果有记者就某些不合时宜的问题死缠烂打，我会直接安排现场闭麦。当他问到谁都请不要被对方打乱节奏，我们直接进入下一个问题就好。另外，大家回答问题也请紧紧围绕长鹰汽车这个核心，尽可能的不要扩散。解答完10个问题之后，我会感谢所有到场的媒体朋友，并且宣布这场发布会圆满结束。流程基本就是这样，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尽管提出来。安凯峰代理安家多年，经验丰富，他的流程制定已经非常清晰明朗，每个人所需要配合的部分也都阐述得非常清楚，所以大家纷纷表示没有任何疑问。安凯峰见大家都没问题，便点头道，既然大家都没有什么疑问，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环节，也就是我们长鹰汽车对外披露的具体信息同步。顿了顿，安凯峰继续道，我们对外公布长鹰汽车的预计总投资为400亿美元，一期投资200亿美元，将由安家和叶家共同出资，各自持股50%。初期的200亿美元主要用来在金陵筹建超级工厂以及配套设施。我们参照特斯拉超级工厂的时间节点，目标是1年内实现破土动工到落地投产。至于后面的200亿美元，则主要用来产能提升、产品升级以及汽车零配件、整车物流、整车销售等上下游产业的渗透发展。叶晨这时候开口道，二舅，我提议在一期投资里追加20亿美元的教育基金，用来与金陵各大高校、职业技术院校展开深度合作。一方面给他们投资，让他们升级和强化自己的相关专业，另一方面也会基于我们的实际需求，出资与这些院校共同组建汽车相关专业。这其中还会有一部分用来成立专门的奖学金、助学金项目，用来资助那些愿意来金陵读书，并且选择汽车相关专业的优秀大学生以及贫困大学生。这一点相对重要，我们目前还没来得及跟这些院校深度沟通。但我相信实打实的资金扶持以及就业岗位摆在这里，他们不会拒绝与我们的合作。所以发布会上还请韩教授呼吁一下，请金陵所有高校的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后与我们面对面深入沟通一下这个问题。好，贺远江难掩激动地说道，我前些年一直在大学教书，对校方和学生的需求非常了解。对学校来说，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就业优质程度极大影响着学校的整体吸引力，而对年轻人来说，优秀而稳定的就业机会更是极其难得。说实话，在以往的校企合作中是不常见到的，大部分企业只在校招的时候为毕业生提供就业机会，就觉得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咱们既能给钱帮扶，还能提供就业，对学院来说堪比活菩萨，他们一定会非常重视。那就好，叶晨道，很多企业的援助和帮扶是有诸多前置条件的，还有很多企业只是沽名钓誉，并非真的有那份社会责任心。我们本身定位就是要做华夏新能源汽车的头部车企，而且又背负安、叶两家的名声，在院校合作商自然不能吝啬。贺远江低头算了算，开口道，叶先生，说实话，20亿美金的教育基金好像有些太多了。金陵每年能够培养的相关人才应该不会超过1万人，而且我们不可能全部招聘过来，还是要择优招聘。我估计大概在2亿美金上下就完全足够了。叶晨点点头，单单是补贴院校和学生，肯定花不了这么多钱。但是我想的是，我们要跟那些有志于发展汽车相关专业的学校展开更加深度的合作。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给他们提供科研经费。所以我的想法是，我们可以跟这些院校的拿手专业进行深度合作，双方共同出资成立实验室，或者干脆就由我们出资来成立实验室，交由他们使用。实验室一定要尽可能的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咱们本土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是不重视科研的，每年挣几百上千亿，不把利润拿来研发新的科学技术，反倒是拿来开发新的游戏产品、快销产品以及直播带货。虽然我没有资格去评判他们的对错，但我不愿意我们也和他们沦为一类，
20亿美金只是一个开始。如果这些院校争气，能够充分利用我们提供的硬件和资金，研发出更好的技术，我愿意在明年把这个数额再翻5倍。说到这里，叶晨认真道：“我们这次和院校合作，就是要把自己定位成真正的活菩萨，给院校钱来增强办学实力，给学生钱来解决生活困难。无论这些学生毕业后是否来长鹰汽车工作，我们都会保证他们可以全心全意地读书，直至毕业。毕业之后，就算没来长鹰汽车，分流到其他车企，也是在为华夏汽车行业做贡献。如果他们愿意留在金陵，加入长鹰汽车，那我们就算得上是渡人又渡己，功德无量。”